哎，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独有精粹，别的地方都少见，那就是秋衣秋裤吗？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，那老太太们不管多大岁数，一年四季露着她们痛风的小脚脖子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也是嘛，在加拿大一到冬天，上身全副武装，但是下身依旧是大裤衩子配凉拖。我婆婆前年斥巨资给自己买了一个就加拿大鸟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，效果一般，还是冷。预算还是不够，绒毛还是不厚。我说你冷就是因为你那个额底下露，额底下露。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风湿啊、着凉这种说法，反正他每年一到冬天，从腰到脚全疼。一回家为了缓解疼痛，打开冰箱就一桶冰淇淋，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说：“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扛不住了，我们都需要那种不上班的带薪补助，压力太大。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一共上了6个小时的班，还有4个 coffee break， 你最缺的不是带薪补助。是带皮棉裤，带皮棉裤。我老公那就更是了，常年大裤衩子。我妈这不入秋了吗？怕他冷，给他整了一套秋衣秋裤，他不穿，跟我说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这事儿你知道啊。我现在回国了，我还是不会用蹲厕。我上厕所本来就需要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。我虽然缺作品，但是我现在识别度很高，那玩意儿能少挂还是少挂呗，我也不能轻易丢人。我说你缺的是作变，不是作品。关键是你上厕所衣服挂门上这个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在乎的不是门上衣服的分量，是门里雪人的朝向。他说不的，你这玩意儿穿上有点显胖。我说你听我的，你的体型不差这一点。他说哎呀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不怕冷。我说你忘了吗？8年前大过年的时候，他来铁岭，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不怕冷，晚上穿个大裤衩子跟我爸下楼下放鞭炮，回来之后冻直了，就嘎住了，人傻了，不动地方了。我爸和我爷整几床大厚被在门口给他裹上了，抢救回来的，给他往屋里抬呀，跟要侍寝似的。关键是吧，这不要抢救他吗？得给他捂回来，给他背卡到这儿，就露个脑袋，人僵了，躺倍儿直，一动不动。我们寻思给他捂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等我们再进那个屋的时候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人摆在床上。大后背露个脑袋，身上僵直，地上撒满了一圈他刚才擦鼻涕用的卫生纸，呈小白花状。床头就是他的照片。我爸拿杯酒进去，想给他喝一口，都不知道往哪放，可能应该倒地上。我说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他说我忘了中国北方冬天有多冷，那整一套也行。而且你老说那秋衣秋裤不舒服，那是你没碰着好的。我老说内外最舒服，内外最舒服，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贴身的老多东西都是他家的了，你看我穿这套又合体还不臃肿，又薄又贴身，一点不显胖。远红外发热的性能，再配上锁温的能力，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光让你温暖，保温一天他都管。而且它特别透气，不是那种硬捂着憋着不透风那种感觉，找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穿了，体感上没穿的越朦胧巧朦胧的感觉。他说那我现在算不算掌握东方精粹了呢？我说秋衣秋裤只是东方精粹1.0。他说2.0是啥呢？我说是这样的。温迪呀还是走了，因为他老头布莱恩要做个手术，但是温迪这次来呢，他压根就不想走，就想留着给我带孩子，我还给他发工资了。我说这是你温迪作为艺人的应得片酬。温迪还问我，你说我这个艺人我到底做了什么让大家觉得我就如此特别？我说你这个艺人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做你自己，做你自己。所以人温迪在这又当奶奶又当艺人，非常爽。布莱恩说那我要做手术了，你不觉得你应该回来照顾我吗？温迪也舍不得走，布莱恩就逼着温迪让他背诵婚礼誓词。温迪搁那儿，不管贫穷富有，不管健康疾病，我都对你不离不弃。布莱恩说那你赶紧回来呀。温迪说我现在在境外，我不属于基督教管辖区。布莱恩说你在哪儿关于婚姻的理解也大差不差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在婚姻中一方有难，另一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中国人怎么说？温迪问我爸，我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温迪问大胖媳妇咋翻译，大胖媳妇说 Marriage is two birds, one die, one fly。但是温迪最后还是遵守了关于婚姻的诺言，回去了。温迪走之后，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。翟敖达就是难过伤心，张拿铁呢也装伤心。翟敖达的伤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张拿铁的伤心全是人情世故。对张拿铁来说，他最解脱的事儿是他终于可以不拥抱了。温迪在的时候，见面就拥抱，分开还拥抱，下楼买个西红柿，手上起个刀枪刺都得抱，给我爸抱的。我爸跟张拿铁说，你说你奶是不是开出版社呀？那都不是日报，是晨报加晚报。他去趟北京三里屯逛一天，我以为今天不报了，结果晚上6点横穿北京城，回到家给我一个都市晚报。都市晚报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这么个人。那温迪在的时候，张拿铁也得配合他，一报还一报的。现在温迪走了，那张拿铁可扯不了这个。咱俩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拜拜走的，哎，我爸的反应呢，就是和大胖媳妇一起策划了一个全头宴。因为温迪在的时候不让吃动物脑袋，不让看动物眼睛，还不能吃他认为可爱的小动物。现在温迪走了，我爸和 Jamie 整这个大宴，叫出头之日。摇头，这是镜头，来。
咱们大快朵颐啊，满意，支持他，支持他。温迪要是在，他肯定只吃干巴面包。温迪的干巴面包不止费拿铁，还费番茄酱呢，吃啥都得蘸点。幸亏我家常备味好美番茄沙司，一瓶含10个番茄，浓郁番茄味，酸甜可口，全家都爱吃，零添加，配方干净，是我家佐餐首选。挤一挤不怕孩子们剩饭，真省心。大胖媳妇在他妈离开之后，抱着100多个裤衩子发呆。我说咋的了？他说我当年离开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妈给我买了20个裤衩子给我送行。后来每次我妈来中国，每次给我带的礼物没有别的，都是20个裤衩子，20个裤衩子。他不说他自己抠，他说他心疼他儿子胖，穿衣服磨裆费裆。大胖媳妇一边看着手机里他妈妈的影像资料，一边看着面前这一批7、8年前的老裤衩子，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中文歌，当你老了。你好啊。前2天我发了个视频，说的是温迪把在中国带回加拿大的香用来给老太太过生日，给人家当蜡烛，场面非常瘆人这么个事儿。大家说是不是假的？我现在在这解释一下啊，它是假的，它非常假。到底是咋回事呢？我跟你说，温迪确实从中国带回加拿大好几捆香，然后赶上你和姑姥过生日，把香点上给人家当的蜡烛。第2天我小姑娘后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妈昨天老逗了，这香当不了蜡烛吧，嫂子？我妈给我姑姥点这个蜡烛，她点不亮，她也吹不灭呀，吹不灭呀。我一听天降素材，我说这事儿太好笑了，但是就靠我嘴这么说，他根本就反映不出来这个好笑的程度，就无法用画面呈现。我就跟温迪说，温迪，我求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把昨天的情况给我再拍一遍，情景重现。温迪说那拍不了，姑姥走了。我说这死心眼儿呢，大街上随便找老太太。温迪说哎妈，你当铁岭呢？那加拿大这地方，你街上随便找个人都费劲，还随便找老太太。俺家这条街6栋楼10个人，我是最老的。我说咋这么死心眼儿呢？你家这条街上没有，你就去下一条街上，越老的越好。温迪说俺家下一条街是殡仪馆，找老太太是容易，往回领难，往回领难。他说的这还真是真的，我去过他家，他们国家安置这种特殊场所非常随意。我说我吧，我只在乎你是怎么拿香给人当蜡烛，然后吹不灭，我不在乎老太太。温迪听不懂，人上公园找老太太去了，倒挺敬业，逮着老的就上去跟人搭话。他老头布莱恩怕温迪被人当成卖假药了，给他逮捕了，一直在他身上给打掩护。俩人呢跟黑白无常似的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，满加拿大抓老太太。最后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也太费劲了。我最后说一遍，我不在乎那个老人，他是个人就行，女的就行，女的就行。温迪明白了，温迪说，哎呀，那你早说呀，我费这个劲呢。我又忘了俺家这几个外国人，他听话只纯听字面意思。温迪一听是女的就行，找到了他侄儿的媳妇爱丽丝。爱丽丝今年31。我小姑子你看我看着爱丽丝都懵了。姑姥不是我姥爷的妹妹吗？我姥爷和她这妹妹长得不能说一点不像，只能说毫无关系啊，毫无关系啊。但是我不知道他找的是谁呀，我就听说找着了。拍摄的时候，我说我需要给这个老人看着这个吓人呼啦的香的一个反应，抓他一个表情，你别不拍他呀。温迪说，我拍他了，我拍他了。结果最后视频就拍成了这个样子。温迪也算尽力了，但是我以后真是不敢考虑找他们一家人帮拍视频了。他还累够呛，但拍那玩意儿全穿帮。今天张大姐第一次去幼儿园，这种重大时刻，我得亲自用 OPPO Find N3折叠屏拍，他做人像拍的更好看，背景虚化自然，拍出张姐小点戏份，还能同时打开3个全屏应用，导航回家，同时可以点外卖回信息。饭点好了，马上到。张大姐经过很多波折，今天终于入园了。他们班加上她一共仨孩子，一个叫 Dylan， 一个叫威廉。拿铁进屋跟人说话，人家没吱声。老师说，拿铁另外2个同学都刚刚2岁，还不咋会说话，语言萌芽期，你要多跟他们说话啊。张大姐说行，然后非常淡定的屋里扫视一圈。这时候我就得走了，我以为我走她肯定得哭，她姐当年整整哭了1个星期。结果我说妈妈走了，你是最坚强的哦。她看我一眼，一摆手，连正脸都没给。2个小弟弟刚学说话，所以你要注意点你的口音。假的，你不要跟他们说东北话。学谁呀？我爷爷，我爷爷。